在你的国家，如果生了重病，医生会第一时间告诉你吗？还是你的家人？在中国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医生会先问病人的家属要不要说真话。想象一下，一位老人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看完报告，突然对老人说：您先去外面坐一会儿，我跟您儿子聊一聊。然后医生问家人：我能说真话吗？听到这里，你会不会想问，为什么？为什么医生不直接告诉病人，还要先问家属？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是一个很难让外国人理解的文化现象——中国人的善意谎言。让我们通过不同的新闻标题，一起来看看这个话题。医生为什么在诊断肿瘤之后不告知患者，而是和家属沟通？诊断就是医生看完的结果。在中国，尤其是老年人，被医生诊断出癌症后，医生都会问家里人的意见，要不要直接告诉病人，或者要我怎么说？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医生更像是一个演员，病人的家属呢是那个导演，导演怎么说，演员就怎么演，完全配合。为什么会是这样？首先，大部分的老人说到癌症，他们想到的是两个字：绝症，意思就是只能等死，所以他们会很害怕。如果他们知道了自己得了癌症，有些老人都不知道要怎么样生活了。再有就是看病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孩子们出的，所以老人如果知道要治病，花掉孩子的几十万，甚至需要卖掉自己的房子去治疗，他们绝对不会同意。所以家属会选择隐瞒，其实是为了逼着这个老人去接受最好的治疗。这在中国文化里是一种孝。所以在这个时候，医生第一个问的是家属，而不是病人自己。这就不难理解了。对大多数的家庭来说，不让病人知道是出于对病人的爱。那让我们来一起看看第二条新闻标题：隐瞒病情的真相，一场关于生命与爱的博弈。隐瞒就是不说，不告诉。医生呢会配合家里的人和病人说：你这个病啊不严重，回去吃点药，多休息，没事的。博弈这个词就是说两种想法在对抗，一边是真相，一边是爱。这种做法就是我们视频开头说的善意的谎言。谎言通常不是好的，但如果这个谎言是为了保护你的爱人，那中国人觉得这是可以接受的。大家关心的是怎么做才是真正的对他好。当然，有些人认为隐瞒对病人好，不让他们有心理的压力，
出于对病人的爱。而有一些人呢，却不能接受，他们会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什么要你们来为我做决定？其实很多医生也很矛盾，一方面他们想和病人说清楚，但是家里人坚决不同意，还要求医生帮助隐瞒。而另一方面呢，有一些医生觉得告诉家里人可能对病人更好，因为他们更了解病人，可以在生活中一点一点地告诉病人，而不是一次吓到病人。说到这里，你怎么看？你觉得谁对？我觉得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一样，不能说谁一定对，谁一定错。那我们应该一直隐瞒下去吗？让我们来看第3条新闻标题：得了癌症不告诉他，这个选择对吗？标题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对和错。比如一个70岁的老人，本来每天还在买菜散步，如果突然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他可能第2天都不想出门了。那你觉得告诉他是好的事情吗？有时候说真话是尊重，但是在中国，不说也可能是爱。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死这个事情是很可怕的，人们不想失去现在的生活，所以会害怕，不想死。当很多老人知道自己得了非常严重的病，就好像给自己的生命一个时间，等待着死亡。如果是你的家人，因为知道自己得病了，不能去面对，而放弃生活，你还会选择告诉他吗？虽然现在还有很多家庭选择隐瞒，不告诉病人，但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很多的年轻人都会说，等我老了，等我生病了，我会要求医生告诉我真话。我希望知道自己是什么病，这是我的身体，我要为自己做决定。也许20年之后，很难再有人理解为什么我们要隐瞒。在你的文化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会怎么选择？感谢你今天的观看和陪伴，我是 Coach 天，下周同一时间，让我用真实的内容陪你一起把中文读懂。我们下周见，拜。Learning Chinese doesn't have to be lonely. If you want to learn through real content and keep growing with guidance, you are welcome to my reading club. More details are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